13世纪末，忽必烈委托马可·波罗担任特使，到云南了解边境地区的状况。马可·波罗一路南下，目睹了援军遭遇缅军的巷战，然后进入缅甸王国。沿途没有人烟，森林中有许多的大象、犀牛。又走了15天，他终于来到了缅王国的首都，宏伟壮丽。居民说着特殊的语言，他看到一金一银的2座塔闪闪发光，交相辉映。这座首都现在我们熟知它的另一个名字——蒲甘。搭飞机从仰光前往蒲甘，搭乘的是缅甸国际航空。仰光的这个机场还修得真不错啊！这国内航站楼里边都还有肯德基，这边还有公务舱的休息室，就感觉比那个老挝的好多了呀，又宽敞又明亮。而且它这个一瓶水啊，才卖1块多人民币啊，就是我基本上见过的机场里面卖的最便宜的水。搜最近的攻略啊，大多数人都乘坐10几个小时的大巴，很少有提到坐飞机去的。这趟航班每周只有几班，查不到运行状态，很多人担心买了会被取消。不过我感觉它还挺准点的。机型是电风扇 ATR 72600，不知道为啥很不幸又坐在了风扇旁边。不过 ATR 72600的噪音水平比较低，坐起来还行。这段航班的飞行时间2个小时，中间还要去海沃经停一次，那里是缅甸度假胜地英莱湖的所在地方。几个韩国游客和欧美游客下了飞机，我没想到去蒲甘的外国游客竟然这么少，没剩几个人了。即将降落时，飞机飞过伊洛瓦底江，然后掉了个头，再次飞过宽阔的江面，下面出现郁郁葱葱的森林。我们这就来到了千年佛塔之都蒲甘。出机场会收一个类似门票的费用，3万缅币，大概50多人民币。门口就有司机拉客，2万送到旧蒲甘的酒店。一路上已经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佛塔掩映在树林中，出门见佛塔，处处遇菩萨，看来确实是这样。来到酒店稍作休息，下午决定先去旁边的阿南达寺，再去南明观景塔看日落。今天还是租个这个电动车骑着玩一玩。先来到离酒店最近的这个叫 Ananda Temple。阿南达寺是蒲甘的标志性建筑之一，由蒲甘王朝的国王江喜陀于1105年兴建。一进来立刻就被这座高约10米的立佛吸引住了，高大宏伟，金光闪闪，经过的人都跪下来朝拜，充满庄严的神性。回廊的墙壁上有上千处佛龛，供奉大小不一的金像。来到佛塔之外，这里是一个开阔的庭院，可以欣赏外墙精美的雕刻和金碧辉煌的尖顶。都说 Ananda Temple 是整个蒲甘最漂亮、最精致的寺庙，看来确实名不虚传。我觉得第一个来的这个 Ananda Temple 已经让我觉得非常震撼了。这个寺庙叫什么达玛亚萨卡庙，随便来逛一逛，还在路边直接进来。进去之前也是要脱鞋脱袜的啊，光脚。达玛雅兹卡佛塔建于1196年，它有一个金色的圆顶，非常显眼。但这些金箔不是修建时就有的，而是在最近的修复中贴上去的。它的外壁瓷砖上贴有描绘本生经故事的瓷砖，但是有几百块都不见了，应该是被偷或者是自然跌落摔碎了，很可惜。这个大姐不知道是不是工作人员啊，正在拔掉地面生长的野草。这个也非常的震撼啊！继续骑车去那个观景点。到了，这个就是那个南明观景台，它在那个奥伦宫酒店旁边。门票是5美元，然后坐电梯还要再这样爬上去。哇，这上面风景真的很好啊！你是否看过最经典的蒲甘景象？日出时分，五颜六色的热气球升空，万塔之城沐浴在金色的晨光之中。但是坐一次热气球很贵又不安全，花5美元登上南明观景塔就是俯瞰蒲甘的最佳选择。缅甸政府起初修这个塔是为了防止游客乱爬佛塔损坏文物，满足大家站在高处观景的愿望。但是又被批评这个塔太现代了，破坏了蒲甘的古迹氛围，反正怎么着都不对。观景台下边就是奥伦宫酒店啊，这个是号称是当地最好的酒店，
价格呢也就是500-600块钱，但是不少网友呢反映说它设施比较老旧啊。这个观景点啊，30块钱是真值得呀！它几乎就是蒲甘的最高点了。你看，一切东西都是一览无余。此时此刻，夕阳西下，整个蒲甘仿佛被笼罩在金色的烟尘中。渐渐幽暗的丛林上，若隐若现的塔尖，这就是长途跋涉的旅行者梦寐以求的天竺，心心念念的金色蒲甘。